为何保罗在与库里合练中会出现运球反复吊球、投篮发力脱节动作变形的情况？本视频就深度解读本段视频中保罗与库里在发力模式上的区别。这对于很多球友想从习惯已久的两段式投篮学会快速流畅一段式投篮，有较大的参考及借鉴意义。首先，我们先看保罗的运球投篮。保罗在接到球后才开始屈膝降重心，运球后再进一步屈髋降重心，在胯下撤步时，重心又开始抬高，合球后再次屈髋屈膝降重心。注意观察他的左脚重心脚几乎是全脚掌踩实在地面，同时手臂展开向下做沉球。在投篮发力阶段，保罗是上肢主动的起球，以肩部为轴，远离身体的起球，但他的下肢蹬身节奏是晚于他上肢发力的，同时他有明显的膝关节向前压缩的阶段。此时他追求的是快速的出手，上肢主动向前的伸展，带动下肢蹬身向前。他在重心前倾中将球投出，上肢的过多的代偿发力，最终也导致了他手型的明显变形与方向的偏移，这是很多球友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保罗平时惯用的是充分向上起跳，上肢有明显停顿向上伸展的两段式跳投，这样上下肢发力节奏与发力形成都是匹配的，是上下肢协同发力、充分伸展的形式。他用习惯的两段式发力来跟随库里快速流畅的一段式节奏，就容易暴露出现以上的问题。我们再反观库里的运球投篮，同样的胯下衔接后撤的脚步，库里在接球之前就已提前屈髋降重心，运球后再进一步屈膝压低重心。他在胯下撤步时，一直压缩着髋部，左脚触地后快速衔接脚跟上抬，前脚掌蹬地，并没有像保罗一样做沉球二字蓄力的环节，而是合球接近身体，蹬地的同时起球。库里的起球更多是以肘部为轴，向上折叠小臂。篮球的重心与身体重心高度协同向上，下肢蹬身完瞬间衔接上肢的发力，从下肢到躯干到上肢完成了充分的伸展，出手后重心、手型稳定，方向正直。整体来看，要想像库里一样快速流畅的发力，就需要更多的利用快速的弹性，强调各个关节柔性链接逐节传导，形成整体的结构力。而保罗更多的是局部关节肌肉的负荷，分段发力，行程较长，速度相对较慢，发力效率是相对较低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库里的运球训练中，他的私人训练是要求他练更多的侧向的大幅度运球，在胯下与背后运球中，让球尽量从膝关节下方穿过，这能让篮球重心与身体重心几乎始终处同一冠状面，这能让他更快速稳定的合球出手。We're even very specific about the path the ball takes under Stephen's legs. We don't want the ball to go under your glute. We don't want it under your butt. We want it under your knee. We do so much lateral spacing, so if you watch Stephen play during games, he does a lot of spacing side to side. He's either going between his legs or behind his back. The path the ball takes affects his shooting mechanics, so if he doesn't get the ball cleanly from one side of his body to the other, it will affect his shot. 而视频中保罗反复吊球的一大根源是他重心的移动明显晚于篮球的移动，他的运球路径，篮球是从臀下甚至臀外穿过，在冠状面上，身体重心与篮球重心有一个回正的过程，这难以快速合球，还容易出现吊球失误的情况。